大家好，今天是10月24号的星期五，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的行情。比特币从10月23日涨到现在，小级别上1小时级别，小级别上已经出现了走弱的感觉了啊，走弱的感觉。4小时级别还在一个上涨的趋势当中。然后今天晚上8点半有 CPI，是吧？那么 CPI 可能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节点。我们看一下今晚8点半，一小时级别，一小时级别还是比较正常的，就没有什么太异常的情况。后续的行情呢，就是要不就是走到这个位置啊，然后再下来，然后再看是往上还是往下，对吧？一种是直接上来，然后在这地方停顿一下，然后直接往上冲啊。如果是往上走的话，那就基本就是这两种走势。如果没有什么太大的利空的话，是吧？看看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利好，除了降息以外的利好。现在价格能稳定住在这儿，也就是因为有降息和缩表的预期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其实整体市场的流动性其实被抽离的是比较厉害的。我们看一下期货，看一下合约。合约现货这个地方是卖盘开始加强了，你看，从这个地方开始往上涨，就是卖盘在逐渐的加强，也就是说它的压力在11.4万到11.5万这个地方的压力应该也是蛮大的，应该是蛮大的。后续如果市场走到这里，或者说今天晚上 CPI 如果是利好的话，如果冲到这个位置的话，那么就要考虑短期的仓位是不是需要平掉。不管你的什么仓位，不管你是比特币还是以太坊还是其他的，应该考虑一下是否要清掉啊。如果是短期那种大的拉升，我是会清掉的。如果是那种慢慢涨的，那我可能还会拿一拿，再看看下周的一些情况，对不对？或看看就是下个周，今天是24，下个周也就是也要降息的利率决议就要出了。我偏向于是整体是利好的啊，月底筑底，然后10月份来一波比较不错的行情，我个人的倾向是这样。但是我们还是要走一步看一步，对吧？以太坊，看一下以太坊，以太坊后续这一波走的是比比特币要强势，比特币走的比较缓，以太坊走的是上下插针比较猛，然后后续跟的又比较快，它最高时候插到接近4000这个位置。然后它也是日线级别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甚至还在这个整理区间之内。4小时级别也是比较健康啊，1小时级别像小级别是有点见顶的感觉了啊，像这种是吧？要么就是以震荡消化掉啊，要么就是再往上拉，在这个地方震荡消化掉，或者说小的回调把它给能量的过热给消化掉，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走势。那它的压力位还是4100到4200啊，这个位置要注意一下，尤其是今天晚上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。你看持仓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，也就是比特币小级别出现了现货卖盘吧，
期货市场还一般。像交易所的借贷利率也非常低，就是代表现在这个市场没有什么借优啦，一些就是把优借出来是做一些套利，还是做交易，就是代表是这个市场比较冷清，现在市场很冷清，情绪依旧很不好，流动性并没有发生一些太大的变化，所以就看看宏观政策能不能起到一点引领作用。啊，CPI 接下来这几天都是一个是 CPI，一个是美联储利率。看一下比特币的均线系统啊，均线系统依旧还是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啊。现在的状态，这个位置跟这个位置就差不多，看看后续会不会按照这个规律走出一波上行的走势，也就是从这个地方啊往上走一波。那么均线从这个地方看的话，它的压力也是在114000、114000、115000附近这个位置啊。如果突破了呢，可能还会再去挑战12万啊，或者是接近12万这个位置。我们接下来几天就是观察114000、115000这个位置的价格反应。如果很磨叽的话，很磨叽，那短期仓位就一定要除掉。比特币的周线级别是在筑顶的一个走势中，尤其是能量开始扩散的阶段，所以不要对它后续的一个反弹有多大的预期，这是我们这几个视频以来一直强调的一个观点啊。4小时级别也走到了，即将走到了这个关键的压力位，好吧？今晚啊，今晚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节点。其实以太坊就是比比特币要走的好看一点啊，但是周线级别走的也不好看。你看这个地方刚是交叉，也是一个扩张的阶段。那么后续它会不会有些利好把它硬生生的拉上去，是吧？走一波呃买盘能量加强的一波趋势，这我们是希望看到的。以太坊的形态，以太的整理形态是走的很好的。以太其实原先我就画过这么一个三角形，是吧？画过这么一个三角形，原先是这么画的啊，因为后来又插了一根针，把这个线往下。其实我不太喜欢画这种形态，就是因为就是很难有太标准的形态，我还是喜欢用量价，用能量来分析这个市场。但是现在这个形态走的是确实还不错，不是向上就是向下，对吧？反正不管是向上还是向下，都应该有一波不错的行情。就怕以太坊想走一波比较不错的行情，那比特币那不给力啊，或者说比特币又因为一些利空的消息又往下跌下来，那么以太坊肯定它很难走出一个独立行情。最希望看到的就是比特币震荡啊，然后以太坊如果有什么利好的话，我期望是接下来这段时间放一放，然后让市场转好一点啊，对吧？这是最希望看到的。像以太坊和比特币的汇率对儿也是走一个牛旗的一个形态，是不是？
后续如果能往上再冲一下，是不是？像0.05这个位置，0.048这个位置，那么11月还是比较好看的。所以现在我们就要关注一下今天晚上，然后到下个周的利率决议，这两个时间点是非常重要的，应该就能决定接下来的行情，接下来11月的行情会不会有一些机会。我们再等等吧。但是现在的走势还是按照我原先的那个预期在走，好吧？我再重复一下我的观点。第一个，今晚的8点半的 CPI 应该价格会有所波动。如果是大阳线往上冲的话，短期仓位我会全部清仓。如果是那种很缓慢的涨，就是不是大阳线是吧？啊，走的就是类似于这种啊，慢慢往上涨，慢慢一根 K 线，一根阳线，一根阳线的走，在这个位置比较强势的，没有太大的价格波动啊，比较强势的震荡。那么我手里的货，短期的货可能还会拿一拿，看看接下来的一个周是否还会往上走一下。如果是今晚上直接就是一根大阳线往上冲的话，我可能会先把短期的仓位给出掉，因为现在市场的情绪并不是太好，流动性也不是太好，短期这种拉升应该大概率是一个骗炮，是吧？啊，应该是一个骗多的一个行情。那我可能会先出来，然后看看市场情形。后续如果再有一个，因为现在的不稳定因素就是川普的关税，现在没有一个太明确的一个信号，而且现在这个市场的情绪啦、流动性都是比较差的啊，期望它有行情，但是毕竟客观环境它不一定能配合，所以今晚8点半应该是一个节点。那以太坊4100到4200，比特币114000或115000附近，这是还是第一个目标。先到这一个目标，我们再看吧，好吧？这个视频就补充这些，好吧？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